投 ATM， 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我们未来银行呢，里面有很多现金，各位呢可以用智慧来提款。是的，今天的主题是畅销作家强强对决，每一位都是畅销作家。对，首先介绍这对夫妇啊，那是赚钱抢钱的是一起来张振龙跟悉尼，你好，大家好。他们这一对夫妇啊，都非常会抢钱。怎么抢法？以前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这个小诊所开的大概只有30-40平。对。就是我的屁股跟肠胃都他捅的，好，现在已经换到300多平的。恭喜，越开越大哦。不，这样赚钱还不满足，还出书啊！当然要出书啊。请问这个书要写什么？我们这本书叫10万个不一样，就是它是一本健康饮食的书，就是由我去挑选一些对肝胆胃肠好的保健食材哦。然后悉尼的话，因为很会做菜嘛，就由他用我挑的食材来做成一道菜，哎呦！所以这本书里就是有食材的介绍，还有很多健康的食谱。对，哦，是可以瘦身的。目前是有朋友已经超级有效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有哦，我以为是牙医师的朋友，他因为有那个严重的脂肪肝，但因为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绿拿铁，就是我目前就几乎每天都在喝的，他后来觉得这个不错，他也跟着我一起喝，大概半年瘦了7-8公斤。哇，半年7-8公斤！我预祝你生意兴隆啦，新春愉快啦！接下来介绍赵婷，欢迎。行长好，你好，你好，小小的，我是小小巴菲特，因为我觉得理财就要从小开始做起，是的，要让小孩知道什么叫做股票，什么叫期货，什么叫黄小玉啦，然后呢，什么是快乐的，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也要跟他们分享。还有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有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不要让他觉得都只要赚钱，因为有时候分享跟你做一些慈善那种快乐呢，跟钱是没有办法比拟。那当然，心之财最重要，对，心中产生的财，心之你有分心之财嘛？对，身之财跟仓之财是，所以要小朋友从小就要培养，因为现在小孩生活太富裕了，所以呢，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投资理财，怎么样分享是很重要的。对，现在讲到慈善，我要介绍我的好朋友吴志阳，欢迎，大家好，前县长、立法委员、前中华职棒的会长。哇，我跟他父亲渊源非常深。最近你不是看我脸书10方服务35年，当初前35年呢，他是土石流盖过的一个学校，小孩子没地方上课，对，很可怜。我看的时候，出捐款也来不及，所以我找了他爸爸，那时候内政部长吴国雄。我跑公文跑了很久，他是中华民国史上当内政部长最久的。我所有的慈善，老人家慈善，他参加过10几场。对，最后我跑了他拨款拨了5800万。那话说是35年前的事情。35年前的，哇塞，真的是，所以才有今天的10方啊，盖的学校啊，对，真的要感谢，这就叫心之财啊，心之财，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庇荫子孙的，对，做好事。那您出的哪3本书？我出了大部分都是我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记录。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吴志阳的3度职棒管理学。职棒管理，因为运动类的书哦，大部分看的都是什么大谷翔平啊、王建民啊，这是球员本身。顶多就是像这个 Moneyball。是这个球队的经理，对，但是我是以整个职棒联盟的管理的角度去写的啊，所以我就是这个很少，市面上很少，所以我特别出这本书。是，那另外前面还有出一本叫《晋级》，把我在5年桃园县长任内的所有方方面面所做的事情做一个汇整，还有我在立法院的问政。做了一个记录，但是我的写的不会很无聊哦。我的写的是有很多插图的，有很多照片的然后有很生动的故事。所以就是我是担心说，我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忘记哪些好事是你干的，或者人家说你都没做事的时候，你拿的东西可以出来，都有记录。所以，对，谢谢吴志阳老师，好，谢谢。老师，还有谢谢啊，谢谢啊。嗨，我是欣欣啊，大家好，你好。欣欣两性写的多辣哇，两性的辣书啊。是啊，讲一个书名来听听看。我要的花语你该懂，我要的花语你该懂。我要的花园你该懂。不是欢愉 ，pleasure 你该懂。对，是男的欢愉还是女的欢愉？女的欢愉，男的欢愉都需要。现在开车很
重要啊。多看到书，增加良性很重要。来，接下来段慧玲，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我是旅游作家还有外景主持人Wendy邓慧玲。旅游相关的。去过哪些国家？其实去过很多国家，但是我出的书都是跟台湾有关的。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去？是为了要写书吗？其实也没有，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都当背包客到处玩，可是玩一玩就发现我们台湾宝岛真的还是很棒的地方，所以我出的所有旅游书都是跟台湾有关，有铁道旅行，有高山旅行，有小镇旅行。来，欢迎各位。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美女新闻主播林佩杰主播，欢迎。大家好。这位主播呢是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硕士。社会科普教名师陈启鹏老师，你好。启鹏老师呢是文史名师，本身出了14本书。来进行我们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存款争夺赛，Sandra。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未来银行。这一回合呢，轮流作答，每一个答案代表2000元的奖金。那这一回合总共有5万元，抢完为止哦。加油了！我们第一题由我们林佩杰主播来举圈或叉。Sandra，请出题。阅读呢，不只能增进内涵，也是放松的方式之一。根据知名的网络书局的统计，请问年度畅销的书籍中最热门的10大类别有哪些呢？请抢答。来，张正武。心理励志。心理励志对或错？有的。来，加2000。给你讲，心理励志是什么？那个心灵鸡汤那种？比较高级的心灵鸡汤。是啊，还有比较，你说要心灵鸡汤感觉就是有啊，看了就比较没 feel， 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别像垃圾眼。不能这么说，但就是说比较是看完就算了。但心理励志的书籍已经出到就是运炖羹汤嘛。可以的，有花心思去熬的，比较高档的，有比较贵的嘛。有。来，到底。我想投资理财，因为现在投资理财很多书，小巴菲特来，巴菲特啦，然后告诉你怎么样的来做操作啦，理财知道吗？来，对我错，是第一名哦，哇哦，这么爱财，大家当然，请加2000。这样，我想应该是跟那个算命有关的，命理之类的，命理的星座啊，对啊，星盘啊，对，紫微斗数啊，对或错？来，请加2000。继续啊，亲子教育，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亲子间，家长要如何教育孩子，应该还蛮重视的。亲子教育对或错？有的，请加2000。段慧玲。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位畅销作家，他的2性书籍一定有，因为关于爱情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热衷的话题，人不能没有爱情。他自己写的，他不说。重点是你写的，当然比别人说。对哦，有可能哦。对或错？有的，请加2000。青少年文学之类的会有哦。青少年文学，你不是会不会有？你是不是答案是青少年？答案对或错？有，恭喜2000。赵婷啊，因为我觉得语文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语文类大家一直在念书，可是好像永远都在学英文、学日文，从小学到大，所以语文学习类对吗？对，语文学习类。语文学习对或错？来，恭喜加2000。应该是那种类似健康保健之类的健康保健书大家都买来看啊，到底要注意哪里？尤其自己如果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包括减肥的也算。对。哎，对我错。有。再加2000。大家很厉害，前10名讲完剩2个了。剩2个哦，10万2万嘛。观光旅游吧。马上。你讲我也都想去出国玩。对你刚刚不是说人家2性吗？你写观光，他现在说观光。对。但是段慧玲如果你没讲，他一定讲观光了。不是，但是现在其实旅游的书没有那么好卖。对啊，是。旅游的书对或错？卖得很辛苦。没有。太惨了。现在大家都可以上网找到很多资讯。游记，大家都写游记。那我问你，出书到底给谁看啊？我出书是为了帮台湾留一个记忆。这么宏大。是啊，书还是有那翻书的温度嘛。对，那个纸啊，纸张这样。对啊，来，接下来该你了。那就是商业管理。商业管理 EMBA 那种。讲过了吗？商业管理刚刚有讲理财，商业管理。完了。那刚是青少年文学，那如果是一般文学小说。一般文学对我错。
有的，也有，请加2000。你可以看出一个人个性，他还蛮稳的。接下来还有一个答案，对，漫画算吗？漫画对或错？哎呦喂！哇，你们回答题不要问算吗？算了就算了哦。算了就算了。来，请加2000。总共10个有2万，通通领光了哈。是的。好，接下来这一题呢，是由我们陈启鹏老师来回答对或错啦。是。现在就来请出题。古代的中国有许多有趣的神怪故事，请问有哪些中国文学作品属于神怪小说？金强的。段慧玲。《聊斋志异》对或错？答对了。有的。请加2000。郑荣。好，你讲。《西游记》好了，《西游记》对或错？答对了。有的。请增加2000。那后面答案就很多啦。《山海经》。我记得是古代时候最早的《山海经》，就记录一些神鬼啊、鬼怪啊这些东西。《山海经》答对了，来增加2000。这样很简单啊，他刚镜花缘，哪个镜花？镜花缘一个镜子哦，镜子，镜花缘对或错？答对了。哎，请增加2000。等一下，这个镜花缘要不要解释一下？镜花缘其实就是类似《格列佛游记》。某一群人坐的船，一下看到这个各种奇怪的国家，对，女人国啦，什么没有下半身的啦，什么的，哎，没有下，想看了是不是？没有下，你是有毛病啊！没有下半身，我看什么东西啊？是没有下半身，不是下半身没有，是没有下半身。谢谢。杂鬼神志怪。杂鬼神志怪。它这本书还蛮特别，就是说它里面呢，就是有鬼也有神的记载，对，所以是杂谈有关于鬼跟神。答对了，那这是一本6朝志怪小说啊，虽然比较冷门，但是确实也在讲神怪之类的内容。段慧玲。有《西游记》，大家知道是往西方的故事，就一定有《东游记》嘛，我们八仙的故事。有八仙过海，哎呀，八仙就叫八仙过海。东游记，哎，是东游记啊。东游记对或错？答对了，哎，增加2000。好想确认一下，什么意思？有拐李啊，何仙姑啊，吕洞宾啊。是我迷失了什么吗？哎，这种《封神榜》。封神榜，江子牙，封神演义，姜子牙，哎，封神榜对或错？答对了，好的，增加2000。哇，首先破万喽！南游记、北游记，因为我南游记好了，答对。也有，你不要乱举牌，你解释一下给我听一下。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北游记、南游记啊，它讲的是玄天上帝的故事啊。那它是明代的志怪小说，那就是因为北游记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后来又出了南游记。那于是后来民间就把它跟东游记，还有一本当时也是类似的西游记，不是我们吴承恩那一本西游记，然后把它合称叫做四游记。哦，所以北游记不能说哦，什么东北东游记啊，东南东也没有。来增加2000，先增加2000。有一个算不算《白蛇传》算不算？《白蛇传》对或错？对，答对了。对，有这么多，增加2000，这个讲完了。来，吃下。《搜神记》对或错？答对了。对，你增加2000。可是他没有抵触到6朝怪。对，其实6朝志怪小说很多，那这一本《搜神记》是干宝所作。那干宝为什么会做这本书，还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啊，他的父亲有一妻一妾，那但是他的生母就是妻子呢，非常的嫉妒这个妾，所以在干宝的爸爸过世的时候，这个干宝的妈妈就趁人不备的时候，把这个妾推进去一起活埋。就活埋10年后，他的母亲也过世了。当他要开棺合葬的时候，发现那个妾还有体温，那赶紧把他救出来。所以居然就活了，还活了好几年哦。所以这就让干宝觉得很惊讶，说原来世间有这么多离异的事情，才会把类似的事情收集起来，写了这本《搜神记》。刚刚有讲到格列佛游记嘛，其实我们在中华文化里面有一个格列佛，就是郑和，郑和下西洋。它虽然在史实上面是确有其事，但是也有被写成比较奇幻一点的故事。我记得叫做《郑三宝太监西洋记》。
答对了。哎，请加2000。你去新加坡那个乐园，它就有一艘船是郑和下西洋，它的剖面图你可以看到它载了很多香料米啊，中间还放了一头长颈鹿的带回来，放在那边啊。对，然后这一只长颈鹿后来被运回来之后，被视为是神兽。对。因为它四不像，所以就是麒麟。麒麟嘛，所以我们自古来麒麟就是因为从那边来的，但是没有看过麒麟这个。对，张正荣，有一个叫做《南柯一梦》，对不对？对，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其实应该是出自一本书，叫《南柯太守传》。答对了，哎，你加2000。我在想电影的画皮呀，就是变脸那个啊。画皮也是《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到底《聊斋》里面可不可以讲？因为《聊斋》已经都包含进去了，对，所以你已经停格了。来，请打叉。其实还有很多你们没说到的呢。来，那个《济公传》哦，济公传对或错？答对了，有，请加2000。那是我们那个小时候有拍过呢，很多那种济公传，真的看过，对不对？冤魂志，他这本书当中讲的是，真的是冤魂去受到了他的不公的对待，然后呢，他死后去找仇人寻仇的，专门在讲这一个。对或错？答对了，有的。请加2000，这个老师可以补充一下。很厉害，可以。那这个是隋朝的颜之推所做的哈。那里头比较特别，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神怪小说不一样的是，它记的是特别多鬼魂报仇之事，所以里头很多的鬼怪的那个相关的因果报应的事情，那所以它也就被称为是冤魂志。段慧玲，刚讲到八仙不能拜吕洞宾，我记得吕洞宾好像有一本他自己的专书，也是讲他就是四处游历成仙得道的，叫《飞剑记》，是不是？答对了，恭喜，增加2000，厉害啊！我先考你一个，吕洞宾追谁没有追到？何仙姑？不是。蓝采臣？错，蓝采臣是男的。不是，他好像是他追观世音娘娘嘛。哦。追观世音娘娘，吕洞宾追的是观世音娘娘。哇，居然有这一段哦！你们慢慢查，因为你们不懂的实在太多了。观世音娘娘，谢谢，学习了，行长。你们可以慢慢查哈。对，因为我们还年轻。来，不过我要纠正一下瓜哥的说法。请说，请说。纠正行长快。没有啦，其实我们一般都认为说那个吕洞宾是那个追求何仙姑，那其实何仙姑是他收的女徒弟，那只是他们在一起之后，大家觉得郎才女貌，然后就以为说他们应该会有一段情。那其实没有，那至于说情侣去吕洞宾庙拜了会被拆开哦，这也是民间传说啦。因为其实吕洞宾是神仙，那既然是神仙，他当然会乐见其成。那不过有一种说法说，他会斩你的烂桃花，所以你之所以会去吕洞宾庙会分手，就是因为这是烂桃花，对嘛？所以还是正神嘛。对，没错了，那就是要测试嘛，对不对？对啊，要去测试。夫妻不能试的吧？哎，夫妻的话就应该会没有事，除非你们是怨偶。没有事，每年离婚那么多，还叫没有事？那已经归零了哈，各位，恭喜你们！来，我们奖金再宣布一下。目前健康力组12000，赵倩老师8000，吴老师1万 ，Cynthia 8000，对，慧玲1万2。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进行赢者全拿，来。这回合呢，共进行3轮，每一轮呢，大家 A、B 同时选择作答。那到时候每一轮剩下最后一个人会把当时账户里所有的奖金灌入自己的账户，赢者全拿。总共3轮，第一轮第一题，请出题。现代网络资讯量爆炸，请问会让人停下来看完文章的关键取决于什么 ？A. 吸引人的词汇 ，B. 文章长度。请作答。哦，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金喜啊，你讲。因为我就会觉得说，现在大家短影音这么的流行，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滑就觉得哇，好多字我就不想看了。那你资讯量爆炸，你就是爆炸的话，字数很多，你就会不想要停留，所以我就直接选。不这样。我觉得不只是这个词汇，而且这词汇还要放在那个标题。
哦，吸引人的词汇。像我们以前看新闻就看标题，标题有兴趣你才会看下去。赵婷。因为呢，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看新闻就有点类似骗点阅率，因为就是看到那个标题就点下去，发现里头漏等里头都没有那个内容，屁关系都没有。正确答案是 A， 吸引人的词汇哦。我们现在动不动在那边玩手机嘛，那说真的，有时候你看到这么一大篇，你不会想看。可事实上，如果里面有吸引你的词汇，就是有点让你觉得有兴趣，你就还是会点进去，不管它的文章长不长。所以我们不会以长度来决定你对这个文章有没有兴趣，对不对？那谢谢啊，请到你们坐。哎呦，增加4000块奖金，有4位答对嘛？是。接下来进入第2题，请出题。3寸不烂之舌是形容能言善道的人，请问这句话和哪一位历史人物有关 ？A. 毛遂 B. 诸葛亮。请作答。好，都选毛遂。来，段慧玲。我记得毛遂他就是自荐嘛，就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吧，就是。我忘记是什么时代，但是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才能，告诉君主，让君主可以把他纳入自己的麾下来做，这个有点像军师之类的，所以就毛遂自荐。那你要毛遂自荐，你一定就要很会讲话，要有3寸不烂之舌。正确答案是 A， 毛遂。战国时期呢，赵王打算跟楚国结盟，于是他就向平原君说：“有没有好用的人啊？有才华的人啊？”其中毛遂就自荐啦，他自己推荐自己说：“我愿意效劳。”我就搞共哎，找我，选我。然后他到了楚国之后，果真这么会讲话，成功说服楚王结盟。那平原君就称赞啦：“哇，毛遂光他一个舌头呢，就比100万大军还要好，还要强大。”那我们知道舌头差不多是3寸，所以我们以后会用3寸不烂之舌形容口才很好的人。1人代表1000。来，接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情绪也会影响身体感知。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身体的哪个部位可能会不舒服 ？A. 肩颈 B. 肠胃。请作答。我觉得。哎呦，大家选肠胃哎！哎呀，我恋爱了啊，要酸背痛不对吧？肩颈酸痛，恋爱可能紧张肠胃。对，是这个意思吗？肠胃科。肠胃科。答错就不要职业了啊！因为其实我们人体有一个叫做肠脑轴，或者叫脑肠轴，就是说其实脑部跟肠子中间有一条神经是互相传导的，所以当你的大脑可能有一些情绪的大幅的波动，这些讯号会传到你的肠道，所以会让你的肠胃会产生一些反应。所以我们说肠脑轴是这样来的。这个应该心下解释，因为我觉得啊，我们看那种爱情小说，都不是说男女在一起就一股热浪。热流从胃食道逆流，肚子胃涌上来，哎，对。大姐，你讲的他是那个色情小说里面，一股暖流就经过了我。好的。所以就是涌上来就是肠胃。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第一，肠胃，肠子呢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那肠道的表面微生物呢，其实占人体器官细胞90%哦。那肠道的微生物呢，主要透过传导物质跟神经呢，就可以跟脑部连接沟通，这就是所谓的迷走神经。那如果说你的肠道平衡啊，非常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那你就想说，整个都是影响来影响去的。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是说，你看到一个人很紧张、很兴奋的时候，你会 You have butterflies in your stomach， 所以就是你有点紧张的时候，爱情荷尔蒙发作的时候，你的肠胃就有种兴奋的感觉，所以就会反而有点不舒服。那我就觉得人紧张才会胃抽筋嘛。有一点点。女生很常见哦，像刚刚讲迷走神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脑肠轴，其实就是迷走神经。是。哎，所以女生真的很常胃痉挛。来加4000，12000。哇，马上累积到12000了。加油！下面一题，请出题。英文中的 cigar 被翻译为雪茄，传说这个翻译名跟谁有关 ？A. 徐志摩 B. 胡适。请作答。请作答。这个要猜了，我看会有不同哦，不会一样哦，哎。请作答。哦，要走2个人哦，哈。哎，志阳。
我觉得徐志摩那个调调哈，戴个圆眼镜，感觉上比较会抽雪茄的感觉啊。赵婷，你选胡适，我只记得胡适字适之，我觉得胡适啦，对不对？适之嘛，哈。然后我觉得应该他们那个年代的都是戴着那样的眼镜，也是一样，然后抽着烟，然后他算是一个在文学当中算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胡适。正确答案是。徐志摩，1924年的秋天呢，刚从德国回到上海的徐志摩啊，在一个私人的 party 里面遇见了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那泰戈尔呢非常喜欢抽烟，他这边吞云吐雾的时候，就问徐志摩说：“这个 cigar 有没有中文呢？”然后徐志摩回答说 ：“cigar 的燃灰如白雪 ，cigar 的烟草卷如痂，那就称它为雪茄吧。”原来是他的浪漫。3位请到旁边坐。椅子够坐了啊！剩下2位，请增加2000。耶！接下来一题，请出题。大家生日时所唱的生日快乐歌，其实一开始不是用来庆祝生日的，而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A. 祝贺结婚新人 ；B. 问候老师和同学。请作答。你们如果连续答对3题，不分上下的累积的奖金均分的。是。好，一个是都是讲问候老师跟同学。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朗朗上口，大家都可以唱得出来，音节很简单的歌，都是在团体里面，就是都很像儿歌啊，或者是这个欢送歌啊、欢迎歌啊。那生日快乐就是一个很朗朗上口的歌，所以感觉是老师同学大家一起唱的。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问候老师跟同学。它不是生日快乐，不是本来用来庆祝生日时候唱的哦。它的原词其实是祝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to you all。本来是课堂的问候哦，大家早，大家早。不过到现在，我们大家还是不知道祝你生日快乐歌词到底是谁写的。直到2015年的9月呢，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判定了祝你生日快乐属于免费歌曲，是没有版权可言的。好，第1题哈，第1题一样了。第2题，请出题。根据记载，孔子在正式从政前，主要收入来源是靠从事什么工作获得 ？A. 丧礼主持人 B. 老师。请作答。这个很明显的陷阱。对，因为他后来变成老师跟政治人物嘛。是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丧礼的主持人。其实因为孔子呢精通各种礼仪啊，他在洛阳跟过老子就是跟他学啊，然后跟他学怎么办丧事。而且古代的丧事呢非常复杂又非常的考究，从人过世呢到下葬的礼仪程序有50多种。那几乎每个步骤呢都必须有所谓的商助来指导你跟安排你。所以孔子在50岁正式从政之前呢，就是担任这个商助的工作。他也常常自我反省说，哇，为人承办丧事啊，不敢不尽力而为。就凭这一点说明这是他的日常业务。你们第2题重复到了，第3题答对的就均分了哈。好，第2题来，请出题。旅游热潮正夯，请问根据国外调查，饭店备品中最常被偷走的第1名是下列哪一种物品 ？A. 毛巾 B. 餐具。请作答。答对就势必要均分，答错就留下来，好不好？大家都在偷毛巾的比较多哈。这餐具比较难带，要摔破怎么办？我觉得有可能毛巾也会不小心误拿。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毛巾。根据2023年的备品失窃排行榜哦，总共访问了1376个旅馆的经营者，调查呢，数据显示，国外4、5星级的饭店哦，客人最常偷走的是毛巾，占了79%，第2、3名分别是浴袍跟衣架。那其他的还包括什么呢？钢笔啊、化妆品啊、电池、餐具，连房间里面的艺术品跟平板电脑、咖啡机的失窃率也高于10%哦。很麻烦。来，请增加2000。
总共这一轮2万块均分，首先进1万块在吴志阳先生的户头里面，进2万，2万。接下来进1万块段慧玲的账户，耶，2万2，其他请回来进行第2轮，还没分胜负哦，总共3轮呢，请到这里，还有一轮，还很有机会哦。是的，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第2轮，赢者全拿。第一题，请出题。国文写作拿高分有秘诀，请问在升学考试中，国文作文拿高分的关键是什么 ？A. 文章内容辞藻华丽 ；B. 文章前后立场一致。请作答。新西啊，你又跟他们刚刚重播啊？就你一个人，你为什么跟大家想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哎，我也会觉得说，我觉得国文老师如果说你在改的话，你用很多成语，他就会觉得哇，好吸睛哦，然后就得到高分。所以你要内容的辞藻要华丽，对不对？我已经准备去旁边坐了。县长啊，我觉得文章最重要的是起承转合。它要有一定的逻辑性。哦，你虽然写得很漂亮，但是看不下去。哦，它要起承转合很清楚，你的观点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B， 文章的前后立场一致哦。其实把一个东西，一篇文章写得很优美，它不是高分的关键哦。我才刚回来，我屁股坐热，我这跟第一轮重播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其实要走了。其实不管是会考或是学测题目呢，我们其实是要培养学生思考跟批判性思维这样的能力哦。你根据题目给的图片啊、文字跟叙述，你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如果只是很 fancy 的字的话，会很像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是有思维，然后从头到尾立场一致的话，你才可以觉得你有看出他的思想脉络，所以这才是会比较高分的。不一样，因为他写两性那种也是要起承转合嘛。从见面脱衣服到哎，加视线。哎，下面一题请出题。贫贱夫妻百事哀，泛指许多夫妻遇到的困难。请问这句话最早的由来与下列何者有关 ？A. 夫妻穷到只能卖小孩 ；B. 丈夫想起过世的妻子。请作答。请作答。请作答。这题如果我来选，我可能选跟段慧玲一样。不要卖小孩吗？看起来是卖小孩很白色，可是那你干嘛？如果就算你以前太穷，你也不会想把安安卖掉，就对了。我就一个还卖什么？人家过去生7、8个不能不爱，过到他们妻子以前比比皆是。哦，很多嘛，对不对？段慧玲想法是什么？对，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以前古早时，他们其实把小孩送走、送人，或者是卖掉，好像是蛮普遍的事情。对啊，你说生7、8个又养不起，对，送给自己的亲戚。对，那赵正荣呢？信义选的。你是照字面，就是因为贫穷到卖小孩才悲哀嘛？是这样。对啊，我觉得就会让夫妻就是那么难过，就是因为他们一定穷到没有办法，所以才会去买小孩。倒也是。对啊，因为一般夫妻应该是不会想要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正确答案是。第一，丈夫想起过世的妻子。对，这句话呢是出于古诗的《遣悲怀其一》，里面是说妻子呢陪着丈夫度过贫穷日子啊。那丈夫开始有钱之后，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的时候，其实妻子却过世了。那他穿着他的华丽的衣服的时候，就想起以前妻子啊在贫穷的时候一针一线帮他缝他破掉的衣服，然后他就觉得超难过的。我们一起享乐的时候你不在了，然后回想以前大家很贫穷的时候，感受到了一阵悲哀。那我们又不用做了。哎，你不用做了，你不用吃。心里想说啊，可以坐下了。来，你也回来。你回来了吗？第3轮啦，5000块请入段慧玲账户。哇，2万7已经更进一步了。老公，我们要脱离贫贱夫妻的行列。不会。哎，接下来是最后一轮了，还不见得会有输哦。不见得。尤其能赶上的就是县长了，2万差2万7了。是，哇，加油！哎，请出题。世界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少年是在烦恼什么事 ？A. 学业 ，B. 感情。请作答。
通通都选这个了。来，志扬，烦恼学业没什么好写成的，没什么好写成名著的。少年维特的胃一直不太好，肠胃，所以是烦恼那个感情。OK， 少年最伤脑的感情。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感情。那这本书呢，主要是来描述维特他在游历德国的瓦尔海姆的时候呢，他在一个乡村的舞会上遇到了一个女生，叫做夏洛蒂。然后他对她一见钟情，对她非常的痴迷着迷。但可惜的是，夏洛蒂呢早就跟阿尔伯特订了婚。那他很难过、伤心欲绝的时候，他只好离开了。不过不久之后呢，他又觉得不行，我要回去，按耐不住，又回去找他。瓦尔海呢？对，又回去找他。但是呢，当时他回去找他的时候，也让夏洛蒂跟她的老公之间的感情起了涟漪。可是他还是没有离开他，跟维特在一起。所以维特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夏洛蒂。后来他就这么孤独，后来他就自杀了。哇，悲哀哦！天下不是只有爱情而已，还有太多事情要做。对，或是爱情也不是只有一段而已。真的啊，真的啊，对，真的。你不只有一段。你呢？请加5000。完了，家里要失业了，每个人不止一段。我从小就立志说要成家立业。OK。对，没想到到60几岁完成2次。来，接下来请出题。传统竞技中不能用红笔写名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帝王批文用红色 ；B. 官府判死刑专用色。请作答。这个西西又跟人不一样。请作答。耶！这是2个有不一样的咯。县长。早期任何竞技最大的竞技就是跟帝王犯冲。比如说名字也要改，要回避他的姓，回避他的名，所以他用什么你就不能用，他穿黄的你也不能穿黄的。那段慧玲，因为我记得看那个宫廷剧的时候，太监在旁边磨墨都是抹黑的所以皇帝写字感觉也是有写黑字，批公文的时候看这个奏折的时候也都是写黑色的，但是呢，《九品芝麻官》里面它就是斩的时候就会写红的，红色。电影长知识了。但是雍正王朝，我记得那个雍正就是用那个红笔在圈错人家写的错字，这样是。正确答案是B， 官府判死刑专用色。因为我们讲的是主要的禁忌，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舒服呢？是因为古代呢，皇帝能用红笔批文件之外，红笔一般其实用来被衙门记录犯罪、罪犯。那民间呢有阎王爷呢，他用红笔勾画生死簿，所以你被红笔勾掉，代表你被判了死刑。所以我们非常忌讳用红笔写信啊，更忌讳用红笔写到自己的名字或是写任何东西。是，2位请坐。好。赵婷来陪陪我们县长来。哎呀，可惜了，可惜，可以继续加油，来，请加3000。8000，来，接下一题，请出题。听到别人吃东西的声音，好烦躁，想生气。请问这种人通常具有什么特质 ？A. 比较有纪律 ；B. 比较有创意。请作答。好。请作答。说不定你赢者全拿。来，请说。但是他突然间说这一题答案，你想你自己。他觉得我很常觉得你吃东西有声音，我很别人常觉得别人吃东西很吵。那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对，他都会。我们家假如小朋友吃东西声音太大声，他都会生气。谢谢。我觉得有比较有纪律，是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嚼东西嚼得太大声的话，就是比较没有礼貌，不尊重到别人。所以我认为就是有对自己有纪律，就是要求自己的人也会如此要求别人。正确答案是 B， 比较有创意。
啊，因为呢，我们吃洋芋片啊，或是爆米花的时候，或是麦片，我们都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有人听到这种咀嚼声，会觉得很烦躁。那国外网站呢有报道，他说这些人罹患的其实是恐声症。那他们的听觉系统产生活动的时候，会让管理情绪的大脑边缘的系统亢奋。那接下来太过刺激的声音，会一直让他们觉得很生气、很激动的状态下。但他们比起耳朵不敏感的人，研究也指出他们比较有创意，而且创新哦。是的，好，先加1000。等于第3轮有9000块，请入张振荣的账户。21000，但是他不及段慧玲的27000啊。3轮决战之后，最后是段慧玲为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欢迎来到我们未来银行金库，来恭喜你有27000块，这是插卡，来请插入未来银行。谢谢行长。金库请开门。总共有2个提示来请出示。这2题要选一题哈。分别是总笔画48画的孟姜女哭倒长城，或是总笔画39画的瓜哥庙口发奖金。孟姜女哭倒长城。哭天喊地呀，悲从中来啊！哦，孟姜女哭倒长城。孟姜女哭倒长城有很多。假鬼假怪啊！我觉得假鬼假怪这个不错。瓜哥庙口发奖金，那个简单呐，就是积善人家。下面问。主委怎么下面问？不是吗？下面有这么简单的字吗？不是那个想39画也不是吗？挥霍度日啊，挥霍度日，这跟那个挥没关系，是这个奖金是送给观众的，所以不能叫挥霍。乐善好施，对不对？财大气粗，财大气粗也不错，蛮适合的。那我就选瓜哥庙口发奖金。来，请锁定瓜哥庙口发奖金。他选的题目39号。OK， 接下来看没有选的孟姜女哭倒长城，成语4个字，请看。哦，声嘶力竭，好像有点简单哎，好可惜。可是他笔画很多，有可能会算错啦。你的题目是什么呢？请看。扶老携幼，这么简单，来，请继续。我觉得有陷阱。开始，来，哪有什么陷阱？2、3、4、5、6、7、07，老1、2、3、4、5、6、06、7。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1、2、3、4、5、05。你有1分钟啊，用多久？31秒。哇，31秒，也就是你答出还有29秒可以修正。来，请公布他密码。07、06、16、05。对或错？好，计时还有29秒，计时开始。7是一定写错，但我忘记了，太久没写字了。3、4、5、6、7、8、9、10、11、12、13、14、15、16、17，17吗？确定。停。啊，又改了西啦。越写越觉得越不对。密码。07、06、17、05。来，07、06、17、05，对或错？错，来，请继续执行那个13秒。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0、15。好，停，还有5秒，还有5秒。哎，改的这个西越来越像了，对不对？对。密码07、06、20、05。对或错？还不对。还不对，剩下5秒，请执行。来，写完它，请计时开始。清楚哪一个？05。有变吗？刚刚是多少？有，他刚刚写06，现在写笔画。来，07、05、20、05。对或错？不对。
吧？老师6画没错。对，西感觉你这边好像写错了，西好像有那个凹点，对不对？它这个口这边写太急了。西，3。那你上面怎么写的？应该不是这样吗？上面有个山，有个山吧？对，有山。什么东西啊？是这样，这个也太 Q 了吧！来，看正确解答。其实他刚刚写对，但是刚刚口应该是1、2、3，它只有1、你就算2画。哦，所以是2、1啊。对，你的口那边06是对的，那21是算少1。可惜啊，那我们就跟金姑说拜拜了，请冠军。好可惜哦，差1画而已。最后有想起来怎么写？来，谢谢。哎呀，可惜呀，差一点点。我刚刚想说西是这样写，后来你说那个字是错，应该如果手提旁拿开叫隽永的隽，对不对？对，方俊的俊，这个俊，所以我们常常搞错嘛。你还有3，你中文程度其实不错啊。就现在真的太少写字了，有时候会一时之间想不出来，而且有时间的压力。对，一再改，越改越错。可惜啊。是，所以大家你看，他们都是作家，他们对中文字都有他们写的很好的地方。开卷有益啊，看我们节目更有益。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来宾，谢谢所有，谢谢安子亮，谢谢你，太棒了，谢谢，到底好久不见了。